期视频，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4.26，收盘价是240.50。在盘中，最高价是在245.33，最低价是在234.5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6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3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快线下穿了零轴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啊，我们把它通常称作叫锤子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成交量是量增。那通常锤子线如果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这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能否成功，要看日后的股价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5。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否则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我们给出两个点位，收盘价分别是在236.5和240，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9，或者是在245附近。当然它们也都是带有条件的。实际在9月27日收盘价是在240.50，那么我们出现了下行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下行和实际发生的下行啊，不仅在走势上相同，点位上也相接近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上信息解读啊，说这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9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50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理由。那对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，9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将称为叫前高，所以股价目前只要反弹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如果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股价将会出现反弹。一旦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50这个位置。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一旦这个短期空头趋势被瓦解呢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继续上行的目标将是279。那站上279呢，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
将会继续上行，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99.29。好，这是我们以这样一个形态来说的股价上行的目标。但是目前股价一旦说站上250，瓦解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之后，在到达279之前，目前还有几个目标，这几个目标呢都是压力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258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会有274，然后当然还有这条下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都会成为压力。所以呢我们现在依照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保留3个目标，所以这样我们先把上方的这个目标删除，对，那么我们保留这2个压力位。好，那我们再总结一下股价目前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就是250，要瓦解目前的空头趋势；第二个目标是258，这是压力位；第3个目标是274，也是压力位。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对于9月28日来说，当日 K 线和这根趋势线的焦点是在275那当然，对于之后的交易日，这个趋势线是在下行。所以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的 K 线的焦点，我们也都把它称作是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，对于目前来说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9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对于9月28日来说依然是238，也就是9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虽然在9月27日出现了新低，但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，所以前低依然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38。那跌破238呢，实际上就是要继续目前的叫做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其实是支撑位，也就是228，在这个位置。第3个目标是212，212是这一波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，因为跌破212呢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上方已经有了头低，下方还缺少一个底低，所以这一波下行股价的目标一定是212。我们说目标是212，不代表它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，只是一个目标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9月28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叫做天剑线的最低是在241.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在9月27日如果是在上方运行是容易反弹的，但是一旦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是容易收低的。那到了9月28日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45这个位置。好，准确的说是在245，我们就定在245吧。好，那我们关注它的原因是目前呢出现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高的上方运行，那它的反弹的几率是非常大的。但如果股价在开盘之后出现反弹，但是在245这个地方如果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如果不能突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下行，或者也有可能会在这根锤
锤子线最低的上方，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45的目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对于多头技术上，在9月27日的收盘价这个位置是没有强反弹和做多的进场建议的，因为虽然当日出现的这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并且成交量增，但是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因为前一日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根反弹的 K 线，但是出现反弹之后，它又是一个直涨的 K 线，也就是上方是有压力的。那对于9月26日这根直涨的信号 K 线，日后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它的最低呢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所以说，对于9月27日来说，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直涨的信号 K 线的最低，那也就确认了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但是呢，在9月27日，我们会看到又出现了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，对，那这又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在连续3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下方多头有支撑，上方空头是有压力的，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在近3个交易日是空头和多头的力量在这个地方进行焦灼，对，所以说在9月2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强反弹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对于目前的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9月28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的继续进入，因为空头目前的目标现在就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和让股价去接近212。那么空头目前它的回补位，它都要守的位置，一个是250，再有一个就是实际上从245一直到上方的279，在这个区域内都会有空头的进入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2到244之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250。我们说5日均线值也包括245这个位置，就是它在前高的附近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50，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三个压力位在254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对，10日均线值会降到这个位置。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上方的257，对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它和258形成了一个第四个压力区间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235到上方的238，这个区域都是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228，第三个支撑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在223，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1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下跌。如果是继续下跌，那么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42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31.5，
然后收盘会收在23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3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